杜聪明博士研究与教学精神。那作为台湾第一位医学博士，1922年起，杜聪明博士的成就就备受世人的瞩目嘛，哈。那1928年这个成立了台北帝国大学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原因，所以这个直到这个1936年才建制这个医学部。那在当时1936年的时候，许多日本医界的精英非常激烈的竞争那这杜聪明博士能够脱颖而出这个获任台北帝国大学这个医学部的这个药理学讲座教授，也是医学部唯一的台湾的教授。那在1937年2月正式公布的时候，这个不只是杜聪明博士个人的荣耀，也是全体台湾人骄傲的一刻证明台湾人只要能够努力，也能够出人头地，达到不输于他人的学术成就。那杜博士是当代的药理学这个巨擘20世纪正好是这个药理学蓬勃发展的时候。那杜聪明博士在1926到28奉派到欧美各地去深入研习返回国之后，就立刻能够把他的药物学的教室提升达到实验治疗学的层次了那这个他回来之后，隔年1929年就开始在爱爱寮对贫苦的社会底层民众进行毒瘾戒断的医疗工作，是以医疗的态度来对待毒瘾患者的先驱之后这个台湾总督府也在1930年成立台北更生院，由杜聪明博士担任医疗长逐步研究并指导全台湾各地进行烟瘾的戒断的治疗。那我们在1934年的日记记载上也看到他有花几个月时间在全岛巡回各地看各个地方这个检查他们各地方这个烟毒戒断的这个工作日后在日治后期，台湾全岛的鸦片就戒断成功，台湾社会终于挣脱鸦片的荼毒那杜博士这个尽心指导研究而且他的研究是具有相当重要的社会影响力。那在日记中，我们常常看到杜博士这个尽心尽力的指导学生，常常在下班回去吃完饭之后，又回到中研所去这个改学生的论文，而且都改到半夜。那他旅行的时候，在刚刚讲的全岛去旅行，看这个各地的这个诊查工作，他也是把论文带着在旅行中在这个修改所以他这个对学生的点点滴滴都会看得到。杜博士展开的3个主要研究主题，在后来都开枝散叶，而且非常有成功。那他的很多学生后来都担任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那他也让这个台湾在毒理学跟药理学是跻身国际舞台。那其中我们知道他在鸦片跟吗啡药物的研究是着眼于当时台湾最重要的社会跟医疗的问题。那他在天然药物研究方面是得力于这个传统我们汉医的这个非常丰富的题材，也带有民主认同的含义。那在蛇毒的研究，则是日本治下台湾特有的热带医学的主题，对台湾居民乃至于东南亚的地区都有协助那所以在1937年6月17号，这个他的药理学的新教室成立的大会上杜博士这个细数了那过去15年之间的这个研究的过程跟成果。15年之内，他们发表了131篇论文所以他能够获选为这个新成立的医学部的讲座教授杜博士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了那这个我也想谈一下看到的这台北帝国大学领导者的人格跟责任感那负责筹划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山田定则教授后来也是成立之后的第1任部长，他常常指导杜博士有关于
地大的这个医学部的愿景跟构想。那杜博士在日记中有许多描述到这个老师的这个国际胸怀跟眼光，也立志要传承他的这个理想。那在1937年2月正式公布之后，杜博士那一天在日记上写了自我期许，他说希望这个在教育上能够达到公平无私、正确清晰，使学生成为无论是在学问上或道德上皆杰出的人才人士哈。那他重视的人格教育是杜聪明博士反复强调的教育理念，这也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强调博雅之士的精神。那往后杜博士在创办高一的时候，也常常提示学生：“欲为医者，必先为人也。”那这句话来自于总督学校他们的校长高木有之。那这句话是代代传承，在台北这个台大在高一都是被很重视的，也成为我们现在医学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典范的教育。那这个杜聪明博士他们的整个药理学的这个师生的这个努力跟这个成果的丰硕，也使这个杜博士能够成为1939年的时候成为日本药理学会的会长，而且是在台湾台北办的这个年会。这个是日治时代唯一担任过日本全国性的学会的台湾人那在台北地大看到他们在建设的时候的一些愿景，那从这个这2年日记中可以得到知道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建立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感受到医学部创办的核心目标：招募最优秀的教师，争取最优秀的学生，培养能够为乡土贡献的精英。那欲招募比台北医专更近一阶的帝国大学的教师。主事者都是以学术能力、教学品质、教学品格为依归，严谨考察。以整个台北医专而言，最初只有3位是直升到这个帝国大学医学部，其他都是由日本本土新聘，也绝大多数都是到欧美这个有2年以上的这个研习的经验。那这种严谨的态度、宏观的视野，才能够让台北帝国大学不到20年就成为亚洲的第一流的大学。我想这是我们台湾的教育机构要引以为楷模的。那最后我是想讲说我在这个高一这个卸任校长之后，转任到中安大学任教，也开设了西洋医学史跟台湾医学史的课程，已经4年。那对人类对抗疾病与死亡的这个长久的历史中，有许多的典范在这群医界的这个闪烁的这个巨星中，那与我们最接近的，无疑是我们的台湾医学之父杜聪明博士。许多前辈仍然这个亲身聆听过杜博士的教诲，像我们的于校长就是其中一位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楷模那他的足迹又遍布全台湾南北平原这个山地那杜博士这个致力于汲取先进的文化以及科学来发展我们台湾的现代医学。它具有恢宏的国际视野，更具有深刻的本土意识，不论在医疗、研究、教学，都以服务台湾人民为核心。近日，我们倡议以杜聪明博士的生日8月25号定为台湾医师节，表彰杜博士为台湾医师的典范，纪念他这个在上医医国的理念跟胸襟下的贡献。我们希望台湾医界能够有属于自己的医师节，有可敬的一个学习的典范，让我们步入医界的新医学子有本土的优良传承，这是我们的祈愿。以上报告，谢谢。